关注小白测评 B 站频道，查看动态抽奖，正在抽送3台 iPhone 4，听说3连本视频中奖率翻10倍。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是我们常规测评序列里边的一个番外篇，因为前段时间呢，我们把整个工作室的所有机器这个都收拾了一下。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个机墙，就是一墙全是机器，把一些之前的老手机呢，全部都给收拾了出来。这个我也发微博跟大家聊过，我们真的是倒腾出来了一堆旧的手机当然有一些后期呢是我们自己购买的，有一些是之前我们真的自己使用的机器。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大概10年前的手机是什么样的，这个手机科技或者说数码科技的发展到底有多大，而且也小小的怀念一下过去这些伴随我们青春的手机吧。有点暴露年龄啊这句话。看看10年前的手机是不是依然会让我们惊喜。这期呢，我们选择了7台大概9年前或者10年前的手机，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OK， 不客观真体验，10年前的旧手机番外篇小白测评马上开始。10年前哪有这种电脑啊？赶紧拿走。OK， 还是老规矩，开始之前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感谢。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这7大金刚7个主角。第一个呢是魅族的 M8，然后还有 HTC 的 G3 Hero， 09年的 iPhone 3GS，还有就是2台诺基亚的 E72，还有就是 N97，号称一代机王，还有就是来自三星 Galaxy 系列的 i9000，也就是当年的 S1。OK， 咱们的第一台就是魅族的 M8。这台机器呢是在09年初的时候发布的，这台机器可以说是代表了国产智能手机的一个小小的时代。当年的时候是洪荒时代吧，可以说就没有什么国产手机。这一台呢可以说是魅族做的一个非常大的尝试。这台机器当年有多火爆呢？2个月就卖了10万台。你要知道，当年智能机呢还是一个启蒙状态，很多人基本全用的都是功能机，或者说 S60V3，就是诺基亚当年的那也算智能系统吧那种手机。因为这台机器呢，说实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非常像那个 iPhone， 跟这个 3GS 摆在一起也是非常非常像，在分辨率上当年超过了 iPhone。开始呢，魅族与苹果谈判，最后谈判失败，然后苹果就诉了魅族，要它在10月之前呢全部停产，不管是海外还是国内全部禁止销售。这台机器呢从里到外基本上都是致敬苹果吧。它是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台大屏触控智能手机，所以说无论中国智能手机怎么样排序，怎么样写一本书，或者说搞一个视频的话，魅族 M8这台机器一定是在列的。但是当年玩过 M8 的应该都知道，它是分2个版本的。我们手上这个系统呢是这个 Windows CE 的。其实说到 Windows CE 呢，又是很暴露年纪，它是 Windows 的这个智能系统，但是它并不适合在手机上用。然后这个魅族呢是自己改的，当年也都知道，只它出一个软件是非常非常难的，它自己形成了一套小的生态。这个就是魅族的M8 这台手机呢，即便拿到现在来说，这个质感也非常不错它有这个所谓的钢琴烤漆，但现在看起来塑料感非常强。但是在当年的一众大塑料机器里边，这台机器是非常出众的，包括前面的面板，然后它外边有一圈这个金属的包边，这个看起来非常精致。即便现在拿在手里，这机器也是挺牛逼的。还有就是魅族 M8 呢有一个神技这个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就是它的无敌外放。便到现在来说，它的外放声音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咱们来简单试一下。这声音到现在来说依然是非常非常好的。它这个外放设计呢非常科学，就是因为这个机器现在来说就有点小了，当年已经是大屏手机了，你握持的时候大概是这样使用。然后它的2个外放呢正好在后边的2侧，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正好可以不阻挡。感觉现在的智能手机也可以借鉴一下可能因为内部堆叠的不允许喇叭再放在旁边了。OK， 这个就是魅族的 M8。当然它的一些轶事呢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跟这个雷军雷军呢当年还没有做小米，几乎跟身边所有人呢都推荐这个魅族的 M8，逢人就介绍它牛逼处。比如说他跟别人吃饭的时候就说，你可以根据这个铃声的长短，因为它这个来电铃声的时候会显示时间，然后来判断是否是这个响一声的
骚扰电话，都是一些小意识。这台机器呢，也是可以说让魅族呢彻底走上了智能手机这条路了。当年它是做 MP3 做 MP4，后来呢跟随安卓大潮的魅族呢就推出了真正意义上或者说生态意义上的这个魅族的 M9，这个就是魅族 M8。OK， 第二台机器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台机器啊，这个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怪啊，就是 HTC 或者说多普达的这个 G3当年的这个名字上啊有非常大的这个分歧，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名字，就这台机，比如说 Hero 也是它的名字，或者说是什么 T-Mobile 的，或者什么 Orange 的，就是各个运营商的这个版本。这台手机呢，即便现在啊，就是我们在体验来说，这几个10年前的手机，它应该还是非常流畅的一个，即便到今天来说，这台机器也依然流畅。它是采用了这个安卓2.1的一个系统，安卓呢从2.0之后就可以说非常好用了，就在当年来说啊，所以说在安卓2.0的时候就爆发了一大批这个智能手机，可以说开启了安卓智能手机的时代。而这台机器呢是当年这个还有多普达的名字啊，这个后来大家都知道全部都叫 HTC 了这也是当年非常火的一台机器。这个机器呢2个设计很好玩的地方，第一个就是翘屁股的设计，也就是底下它是弯折的，它并不是这个弯了屏幕，而是弯了下边的这个基板。现在看来这个设计呢感觉很怪，甚至有点不太好看，但是在当年还是挺受欢迎的，让人打电话的时候非常贴合你的面庞。这台机器呢也是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搭载谷歌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当然前面也有很多这种所谓的测试机啊，那些都不算了就是大规模量产的深度定制的，这个应该是第一台。而且当年呢红极一时的 HTC 的这个翻页的这个界面啊，应该都知道辨识度非常非常高，也就是 HTC 当年的 Sense 的这套定制的系统，现在看来依然非常非常经典。这台机第二大亮点呢，就是它中间采用的不是一个 Home 键比如说像魅族 M8 这样，而是一个滚动球，它是可以滚动的，特别好玩。然后你可以在任何界面，然后来进行滚动选择。这个球中间就是一个塑料球，然后你下按的话，然后就是确认键我觉得非常好玩。当年我第一次接到的时候，这个球就可以玩1天，这是一个10年前的机器了经历过多少人的手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这个滚动球呢依然没有问题，就是它已经流畅运行了10年，完全 OK 这个滚动球。可见当年 HTC 的质量应该还是非常强的。后背呢这些字呢全部都磨的已经几乎没有了，然后我觉得它后背这个设计呢其实是比较丑的，就在当年来说，你可以对比一下魅族的这台机器，这机器有点傻大黑粗，然后它这个音量键呢也是非常非常大设计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设计的这么大，这个就是 Hero 这台机器。OK， 下一台就迎来了一代传奇的开始，一代机皇，也就是三星 Galaxy 的9000，这也就是Galaxy 的 S1但是呢，当年的这个 S1呢，其实在旗舰的属性上呢，这个三星并没有特别强推，而是到这个 Galaxy 的 S2才开始。而这台机器呢，其实是10年才上市。这台机器呢，不管是正面还是背面呢，就是跟现在目前的智能手机形态上基本都是一样了，而且呢，也比较接近当年iPhone 4的那个状态了。比如说侧边的这个电源按键，然后开启当然这一台这个电池已经是不太行了，这个熄屏一会儿之后还会自动关机然后它也是可更换电池。刚才这2台呢也都是可更换电池。当年我自己就是一个可更换电池的忠实用队，因为我觉得这个电池什么没电了，然后我就换一个，或者说我多买2块备用电池，这样我出去的时候就可以带着，非常方便。看我就没有什么前瞻性，我就不知道后面可能会出现移动电源这种东西。正面呢就是3大按键 Home 键，然后后背呢是一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呢磨损非常严重了也没有闪光灯，后边有一个with Google 这么一个标志。这台机器呢可以说开启了三星 S 系列的一个王朝吧。大家可以来对比一下，这个是今年的 S10 Plus， 这个是当年的 S1， 祖爷爷大概是这个样子。非常有意思这两台机器对比。S 系列的大爆发呢，其实应该是从 Galaxy 2，也就是盖世2，S2 当年在2011年的时候推出那台手机，2年之内 S2 呢是卖了4000万台手机，可以说真正开启了三星
的一个智能旗舰手机的一个时代啊，这个就是当年的 S1。再往后聊一下呢，就到12年的时候发布了一代经典 S3啊，当年 S3呢也碰到了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什么烧资库啊，我当年就买了一台 S3，然后最后就坏掉了。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当年鹅卵石的那个设计也是非常的经典。这个就是 S 系列前3代的一个大概情况。OK， 下一台呢，应该说下2台啊，就是诺基亚的 N97和这个 E72这2台手机呢，分别代表了诺基亚的一个时代，也表现出来就是在同一年的时候推出了这2种手机。当年09的时候正在过渡期，因为当时诺基亚呢是想跟随安卓的这个大潮呢推出自己的 S60V5这条系统，但是事实证明 S60V5呢并不好用，而且在整个软件的体验上呢，还有就是它的架构上呢，并没有安卓那样来的开放，或者说来的方便吧。最后呢，大家全部都选择了这个安卓这边的阵营，然后爆发了安卓手机。N97呢，虽然说不是最后一个 S60V5的手机，但是当年呢，它是被机皇定位的，也就是 N9系的。大家都知道这个 N8系当年是卖的非常贵，但是它还推出了这个 N9系，它是采用了一个侧边的机械结构。这个机械结构经过了10年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松卡都没有，可见诺基亚当年的质量。这些手机的质量都非常高啊。然后后边呢，它是带一个双闪光灯的一个摄像头，真的非常旗舰啊。你再对比一下当年安卓的这个 S1，确实在大街上看到这种智能的感觉，肯定这个好像更强一些，更酷一些。而且按键的质感上呢，也都是这种金属的圈儿，做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它有非常多的这种拍照的快捷方式，就是它是在影像方面做的非常好的。比如说它是专门有拍照按键的，然后还有就是保护摄像头的这个小滑块，你只要一划开，然后它这个拍照界面就自己打开。而且底下呢是一个全键盘的设计，打字来呢也非常方便。虽然说后面呢又推出了一大堆这个 S60V5的手机，都是在当年智能手机占了一大片江山的。不过最后历史还是选择了安卓，诺基亚的塞班系统呢还是就此被淘汰。172这台机呢，说实话没有那么经典，它主要是根据这个171呢做的这个小改款，但是它也是在09年推出的手机，比如说增加了一个3.5的耳机孔，之前这个171呢是2.5的耳机孔。E 系列呢还有一个最经典的机王级别的吧，那就是 E63。当年我记得我们班有一个富二代，这个 E63刚刚上市的时候，他买了一台啊，就是我下铺那哥们儿特别有意思，他不是特别重度的发烧友，但是比较有钱，然后我就经常蹭他的手机玩，比如说E63啊。后来当年 iPhone 4出的时候，他也是我们全校第一个给我买 iPhone 4的，把我的小小的心灵给震撼了一下。当年那台机器，后面咱们再聊啊。这个摄像头呢也是凸起的，由之前171的320万改成了这个500万。我们这个机器也是一个10年前的了，但是后期呢应该是经过了翻新的机器，它这个后盖呢应该不是原厂的了。它可以通过2种方式充电，一个是诺基亚传统的那个小口的，应该很多人现在家里还有啊。还有就是它可以通过 micro USB 进行充电，就是侧边有2种充电方式，而且可以插内存卡啊，就是各个方面吧，就是表现的非常全面。这台机器呢，中间的这个 Home 键呢，它是带这个光学轨迹板的，我不用点，我直接滑就可以，有点跟这个轨迹球很像，也是非常方便。这台机器呢，当年呢，其实诺基亚并没有寄予特别大的厚望，但是后来呢 ，E 系列，比如说171和172呢，依然非常火爆，也就是在当年在这个商务的市场上呢，还是非常吃香的这台机器。OK， 最重要的机器呢，咱们留在最后，那就是 iPhone 的3GS 这台机器。我们把 iPhone 4也拿过来了 ，iPhone 4这是后面发布的。2009年的时候，苹果是跟联通联合在国内推出了这台手机，也就是当年 iPhone 所有的这个行货呢，可以说都是从联通这边出的吧。09年其实整个的大的市场环境呢，在全面爆发的前夜，当时呢其实是鱼龙混杂的状态。那大家可以看到，又有这种 S60V3的这种手机，还有就是 V5，还有就是很多 Windows 手机啊，还有就是 iOS 的手机了。其实到后面2年才开始大一统，或者说安卓才全面爆发。这个 iPhone、安卓还有 Windows， 不过后来 Windows 呢也随之被淘汰了。而这台 3GS 呢，就是苹果当年推出了一个3G，也就是3G 的手机。3G 之后呢，有加强的版本。这台机器呢，如果是全新未拆封的库存机，现在应该是可以卖到2万块钱。我自己第一次接触到这台手机呢，还是刚才说的那个我下铺的那个富二代啊，他当年呢是有这个 iPhone 的 3GS 的。然后后来他给我展示这个手机的时候，有一个功能让我印象深刻，或者说我觉得我操，说还可以这样。其实非常简单，现在看起来非常普通啊，在当年就是给我震撼。那就是，比如说现在咱们拍一个照片，它显示的时候是横屏的，刚才我们拍的那个车啊，然后我把它调过来。
它会根据那个重力感应器陀螺仪，然后把这个照片自动给划过来。我当年就觉得特别酷，我这个我就可以玩半天，当时我就看半天。然后这台机器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然后后来呢，我自己呢又买了一个2手的这台机器把玩，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界面还是非常经典的。我手上这台呢还是 iOS 4的一个系统。拟物化的一个巅峰吧，就是当年苹果做的。这台机器呢也是开启了这个苹果 S 换代的这么一个小开端吧，就是 S 级呢就是前面的一个升级版本，然后再换一个大的型号，就比如说4啊、4S 啊、5啊、5S， 然后6、6S， 这个就都是从3GS 开始的。后面呢就是，不用说话了，就把这手机给大家展示一下就行了。这台机的意义呢，我就不再多说了。你可能看过100个视频来说 iPhone 4在当年有多牛逼，然后它有多强，是吧？无论是在质感方面，无论是在整个手机的造型方面，它真正意义的开启了智能手机全球化的一个时代，或者说引领了当年智能手机，可以说到现在智能手机的这个设计思维啊，比如说这个三明治的结构，你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少手机在用三明治的结构，而且还没有它做的好看。我觉得这个三明治的结构真的是非常漂亮。当然，这台机器呢其实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信号门事件，就是死亡之握。比如说你这样握着的时候，稍微一遮挡它的这个天线，你这个手机就没有信号了。但是并不阻挡它成为一代经典。这台机器呢，苹果呢也推出了一个后来引领时代的概念，也就是视网膜屏幕。它真正的把这种高清屏的引入到了移动端，326的 PPI。虽然说这台手机过去了10年，但是由于它屏幕比较小啊，它只有3.5寸，但是我现在看起来这屏幕依然非常棒。这个屏幕说实话是有一点问题了，因为年代太久了，就是它下面呢是有一点泛黄了，但是在清晰度上，或者说这种分辨率的感觉上，还是非常精细的一块屏幕，确实感叹苹果当年的制造工艺吧。然后还有就是整个机器的这个细节方面没有任何瑕疵，你调不出来什么任何毛病。底部的双扬声器的设计全对称，然后上边的电源按键，3.5的耳机孔，音量的加减键底部，也就是这1字和10字这个底部都是经过非常精细的打磨的。这台机器现在看起来依然非常漂亮。我有多喜欢 iPhone 4这台机器呢？我自己买过，应该是不下6、7台吧。当然都是后面啊，就是过了很多年买的，因为当年实在是太贵了。这台机器当年是在国内炒到了1万多。我当年那个下铺的富二代朋友是8000多的时候买的，稍微降了一点。你买 iPhone 4，那没准你真的就是这条街上最亮的那个仔了。也是2手的，也是旧的，或者说翻新的。但是我觉得这台机器太经典了，就搞机圈的一些朋友，比如说有什么契机啊，我就会送给他们做一个小礼物。然后呢，我自己呢，观众视频的应该也都知道啊，就是我专门做过一个 iPhone 4的一个拆解的一个视频，而且也做了一个，这个就是一个 iPhone 4完好的，然后把它给拆出来，非常漂亮。有很多小伙伴呢，就是想做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啊，但是说实话呢，就是国产机呢其实不太适合，因为或者是现在的手机不是国产机 ，sorry， 不太适合，因为现在的手机呢集成化太高了，就是这些零部件呢它拆不出来，做这种拆解装裱呢一定要选择就是它零部件非常多的手机，这样拆出来才非常漂亮。这个就是当年我做的那个。OK， 咱们来对比一下当年的 iPhone 和现在的 iPhone。这是 iPhone XS Max， 这是当年的 iPhone 4。确实，当年我觉得 iPhone 4已经非常大了。由3.5寸，后来发展到4.3寸，后来再发展到5寸，然后到5.5寸，现在5.8寸的手机。都算是小屏旗舰了。现在这个6.5寸的手机大行其道。这是现在的 S10，这是现在的 iPhone， 这是今年的1+7 Pro， 这个是 HTC 的 Hero， 大概就是这个状态。这个是今年的魅族 16S， 这个是当年的魅族 M8。经过10年的历尽沧桑吧，就是大家不停的在这条路上进行探索，然后科技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各个环节技术的进步，包括摄像头、ID 设计，还有就是整个的产业链的升级。确实，在今年或者说在现在的智能手机市场呢，大家同质化呢依然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大家的造型呢都差不多。当然，这个也是一个人们的选择吧，就是人们或者说产品的一个趋向。产品到最后呢，一定会发展为就是什么都没有，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呢，肯定是能去的都去掉，能隐藏的都隐藏掉。但是在当年的这些产品呢，百花齐放，各种各样的造型全都有。这是同代发布的手机，这也是同代发布的手机。然后这种什么机械结构，真的
非常好玩。我觉得在当年还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啊！当年呢，我自己唯一不幸福的一件事就是我还没有挣钱，就是我买手机呢，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买一个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二手手机。但是当年也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经历那个年代的数码爱好者都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因为当年的整个的机圈呢，或者说整个的数码圈呢，各种各样的产品都非常的好玩，都非常的新鲜。OK， 这期10年前过去的手机的视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未来呢，我们可能也会推出畅想未来手机智能形态的一个畅想类的视频。这个目前呢，5G 呢正在全面铺开，但是5G 的铺开速度呢比我想象中的要慢一些不过5G 对网速的重新定义，或者说一个更高的标准呢，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反推或者说倒逼智能手机厂商或者说上游供应链的一个进步。就比如说这个。大家可能在未来进入全 4K 时代，因为网速已经不受限制了，这个随便看是吧？网速也超级快。现在是拍1080p 的视频非常多，可能后期这个厂商们就要角逐谁家拍 4K 视频拍的特别好。到时候在拍照环节或者说在摄像环节，我们要重新测评的东西就会比较多了还有就是在软件的容量上面比如说现在可能几十兆或者说上百兆1-2个 G 的就比较大，后面可能会出现几个 G 的软件，手机的包括处理器包括内存都会有进一步的升级。5G 时代的到来还是遐想非常非常多的。OK， 这期视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咱们在5G 正在开始的时候看一看10年前的手机，那么在5G 全面成熟的时候，咱们再来看一看19年的手机。除了视频，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在那儿和你聊天还有就是我们的小白品商城3天不留退货，180天保修，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大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小白测评，关注我们的 B 站小白测评就可以了。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这7台机器人，如果现在让我选的话，我可能还会选择N97，我觉得这个真的太酷了，太好玩了这台机器。让你选的话，你会选哪个？我会选 HTC 那款G3那款，因为它的轨迹球，我当时确实，因为我有同学也用过，确实感觉很当时就是买不起，然后特别想玩的那种感觉，是吧？一天就已经变革了。你让你选的话，你会选哪个？没意思，拜拜。